嗨，这里是 D-Min Studio。那我们今天要来清理一支这个也是从学校校队带回来的这个和弦口琴。好，给大家先看一下战斗级的外观哈，就是学生用过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琴盒啊，其实非常受损，非常的严重哦。外面就整个都已经粉化哈。这个琴盒基本上我应该会把它丢掉哈，再买一个新的。好，来内部打开，好看一下。好，这个琴盒先放旁边。好，内部啊，它好像有一个金属的声音。好，那等一下我们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螺丝松动。好，然后这把琴呢，学生反映是它漏气哈。那等一下我们一样会先把它拆开来，然后看一下里面的状况。那外观看起来目前是还 OK 哦。那铰链的部分也没有生锈哦，有啦，它这个东西其实我已经有换过一轮了哈。这个铰链的部分我有把它换过。好，那我们快速的来拆解它。和弦口琴呢，它是2层的这种架构。上下2层的架构，那你一样把铰链拆开来之后，就可以分为2只。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拆盖板的部分。我们现在拆的这一把是这个小调的小和弦，好，跟这个增减和弦，就是下排的部分。好，左右两边螺丝松开之后，中间会有2个，也是一样固定这个盖板的螺丝。我们一样把它拆卸下来。好，拆卸下来之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般和弦口琴在使用一阵子之后，就会有蛮明显的这个消耗，所以你应该可以看得到。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胶片有翘起来。因为在暖琴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所以它胶片在这个地方都翘起来了。那这个基本上都没办法使用，所以我会全部把它撕掉。好，然后内部看起来还行，内部的胶片目前看起来还行，不过我们一样会把它拆开来。好，那和弦口琴的螺丝非常多，所以你要记得分类好，等一下再装回去的时候才不会有问题。OK， 好，那我们第一把拆卸先到这里。好，那我们等一下继续把另外一把拆开来，然后清理。和弦口琴在前面这一排的螺丝，靠近吹嘴这个地方的螺丝，它是用这种比较短的螺丝，所以在拆的时候先分类好，等一下装回去的时候才不会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拆后半段，后半段的螺丝就是比较长的，它跟前面是不一样的。和弦口琴的螺丝，它前后的长短在这里给大家参考一下，不太确定能不能清楚看到，大概就差了可能2 mm 左右的长度。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螺丝都松开了，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取下来。和弦口琴的螺丝有非常多个，所以拆装跟维修都会花掉你非常多的时间，这个要特别注意。好，我们把长的螺丝放一起，短的放一起，到时候装回去的时候比较不用再花时间找这个螺丝。好，接下来它这一支和弦口琴它是有分这个应该说它把簧座板它切成了3个部分。好，那我想我先做上标记好了，才不会有问题。簧板的部分在比较常用的，像例如 A minor、E minor、D minor、G minor 这附近的下半部，特别容易有口水垢的累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看起来会特别脏。好，那比较少用的部分就会是正常的，就是像左边这边是比较少用到的，它就相对于正常一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拆开来，然后
把该换掉的胶片把它换掉，然后琴身的部分会拿去刷洗。开始整理这把琴啊，把这个已经受热变形的胶片先撕掉。好，那我会再重新贴一个新的上去。好，那撕掉过后，你记得要把上面的胶水把它除掉。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簧片粘贴胶片的地方，我有稍微把这个胶水刮掉，所以上面有一些小的痕迹。好，那像这一面就不用更换，所以这一面就是维持比较完整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持续的把这个上面的大和弦、属七和弦的部分也拆解掉，然后跟下排，我们就做一样的事情，那需要花一些时间。这把是和弦口琴的上排，也就是大和弦跟这个属七和弦的排列的地方。好，那我们一样给大家看一下，你应该可以看得到上排的胶片也是很严重的往上卷曲，然后簧板像看起来也是有氧化。那内侧的话会更严重一些，因为外侧是口水比较不会接触到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持续把它拆开来。那在拆之前，一样我们要先去标记一下它是哪一个排列的位置。好，那这个长的簧板它会被切成3块。好，那通常中间我就会标志 M， 然后右边写 R， 左边写 L。这样的话你在装回去的时候会相对容易。你就不用再去看，用耳朵听，直接用这个标记去分辨就可以了。中间，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拆解。一样要注意螺丝的长短，前面是比较短的螺丝，后面是比较长的螺丝。好，我们刚刚清洗完琴身、盖板还有簧板之后，我们要把缺的胶片把它补上去。那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和弦口琴的胶片，它是一整面的。这个大家比较少看到，一般我们都是看到这个八音阶口琴的胶片，它是一组一组的，然后你只要对一下，你就可以一片一片粘上去。那和弦口琴的它不是，它是同一个长度的摆在一起，所以你就把你接下来你要用的这个缺的长度把它撕下来，然后粘上去。OK，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粘。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目前这个清洗完的样子。清洗完的我把它放在我正前方，正在晾干中。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一整排的和弦口琴的簧片。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施工了。好，这样我们就把这一面要补的胶片把它补上去了。那我们接下来施工另外一块。好，这样就完成第2面的粘贴。好，给大家看一下。好，那粘贴上去之后，它的胶片的尾端会稍微长了一些哦。那到时候等胶水干点的时候，我们再来修剪这个尾巴的部分。好，那我就继续把其他部分把它施工完成。好，我们终于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个胶片的部分全部补齐了。那上面我一开始都有刻字，你应该可以看到中间我写了一个这个大写的 M， 然后跟一个三角形，代表说这个是大和弦的中间的簧板。好，那在贴胶片的同时，我也把原厂的胶片再修剪，剪短一点。如果你有跟我一样有很多维修和弦口琴的经验，你就会发现和弦口琴的胶片很容易过长。那过长会产生你在练习、在录音的时候非常容易粘胶片，甚至你在夏天都在粘胶片，所以以我自己来说，我会一边录音，然后一边带着吹风机，把这个胶片弄干，确保这个录音的时候的音色是尽量是一致的。好，那既然我们都已经把口琴拆开来，然后贴胶片，我们就顺便修剪了这个胶片。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些簧板把它一个一个装到这个
琴身上面一个一个按照它的顺序把它装回去，然后锁上去，就会完成我们和弦口琴的维修。OK， 那我们就来装。好，那在安装的时候，我通常会先锁上一个螺丝，让它固定住，然后再安装其他的。这样，如果你顺序不小心装错了，你还有机会可以补救。OK， 那我们就继续把它锁完。好，我们最后把琴装上去之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把琴，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来试一下。好，大家应该可以听到的，我们刚刚测试的时候有出现这个声音。好，它是有一个很像金属所产生出来的声音哈。那这个声音的来源是在于，因为和弦口琴它是一个非常容易簧片以及簧座板氧化的乐器。尤其是我们在吹，如果你在练习啊，尤其是学生在吹奏的时候，这个口水容易喷到口琴里面，然后就会造成这个和弦口琴容易氧化。那氧化之后，这个金属氧化，它体积会稍微变大一点，就变成在簧片在震动的时候，跟簧座板的这个凹槽附近都会氧化，所以它就会不小心摩擦到，就会有刚那个金属的声音。那这一把和弦口琴它已经在学校已经给学生使用第5年了。那这个氧化是在所难免但是以一般给学生练习的这种状况来讲，我觉得它都还是可以接受，所以我才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维修它。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演奏家，你需要拿和弦口琴来录音的话，那我就不建议你用这种琴来录，因为这样就一直会出现这种很嘈杂的这个声音。那如果是以学生练习的这种程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声音是可以接受，没问题的。OK， 和弦口琴它大概是所有的这种乐器中它最容易氧化的，因为你在吹奏的时候，舌头在大量作动的时候，会很容易把口水喷进去琴里面，就会造成很多氧化的现象。你可以在我的这个拍摄的这些影片里面，你应该多少都会看到，在簧板上有各种氧化的痕迹。那尤其是内侧，内侧最明显。那刚好内侧啊，就是氧化之后，你在吸气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会有这个金属打到的这个声音。所以这点你要特别留意，特别去注意它。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和弦口琴的维修全记录。那这把口琴就继续带去学校给学生使用，继续练习，一直到它完全没办法维修为止。OK， 那这支影片先这样，这里是 Dimi Studio， 我是大明，拜拜。